这是一架 F-22，一架来自上个世纪的飞机。它超强的机动能力、炫酷的外形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隐身能力，让人们不禁感叹：美帝真的掌握外星科技了吗？但距离 F-22的研制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它究竟是否像美帝宣传的那样所向披靡呢？欢迎来到 Chris 军事基地，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架来自上个世纪的气球杀手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水平。F-22全称 Lockheed Martin F-22 Raptor， 是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的第5代隐身战斗机，采用单座双发动机设计，是一款主要担任确保战区制空权的制空战斗机。1981年，苏联以北约为假想敌，进行了震惊世界的西方81军演。受到苏联防空系统的全新发展，以及苏27和米格29的列装，美国空军确定了对先进战术战斗机的需求，以取代 F-15和 F-16。第一批的 F-22于2003年1月14日交付给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并在10月27日完成了初始作战实验与评价。2007年7月31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了一个总价值高达73亿的，包括了60架 F-22的长期合约。此生产合约使得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了183架猛禽的生产任务。从2008年开始，猛禽以每年20架的速度生产，可在随后的几年里，金融海啸席卷美国，冲击全球经济，美国经济大幅下滑，美国政府财政紧缩，同时美军深陷伊拉克战局泥潭，导致多项价值高昂的军事项目被迫削减或终止。并且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的第5代战斗机计划延迟，导致 F-22缺乏清晰的空对空作战目标，再加上为了避免高度机密性的隐身涂料外泄，美国国防部不允许猛禽出售给任何一个国家，最终导致飞机的制造成本过高。2009年4月6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2010年的国防预算案， F-22猛禽战机将在生产4架后关闭生产线。美国空军部长迈克尔·唐里表示，停产 F-22战斗机省下的资金可以处理更多事项。美国将加快采购 F-35多功能隐身战机，于2009年起5年间将购买513架。2011年12月13日，第195架也是最后一架 F-22上线，使 F-22成为美国史上生产周期最短的战斗机。F-22采用双垂尾双发单座布局，垂尾向外倾斜27度，恰好处于一般隐身设计的边缘。其两侧进气口装在边条翼下方，与喷嘴一样，都做了抑制红外辐射的隐身设计。主翼和水平安定面采用相同的后掠角和后缘前掠角，都是小展弦比的梯形平面型。水炮型座舱盖突出于前机身上部。全部武器都隐蔽地挂在4个内部弹舱之中，作战半径可达760公里至1100公里，最大平飞速度高达2700公里每小时。在美国空军披露出来的 F-22使用报告中显示， F-22的战斗损耗率在10年后仅为 F-15的5%。在与苏27的虚拟战斗中， F-22和苏27的损耗率为1:10。在后期维护中，维修人员将减半，一个中队20年的维修成本将比 F-15少了高达5亿美元。更为离谱的是，在2014年举行的红旗军演中， F-22在对阵 F-15、F-16以及 F-18组成的联合飞行中队时，打出了0:144的无比离谱的空战交换比。模拟击落144架假想敌机，自身零损时， F-22第一次证实了自己在性能上的优势。同年 F-22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任务，它的目标是轰炸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指挥和控制设施。从同年9月至隔年7月， F-22总共执行了204次单机出击任务，并分别在60多个地点投下了270枚炸弹，对叙利亚的地面目标实行了手术刀般的打击。虽然猛禽对叙利亚的许多地面目标进行了打击，但它们的作用更多的集中在保护不那么隐形的飞机上，就像部队中守望的狙击手一样。F-22依靠其卓越的隐身性能和先进的传感器来保护友军飞机免受敌方战斗机和地对空导弹的攻击。前空战司令部司令霍克·卡莱尔上将在2015年表示，这架飞机是战斗中的4分卫，并补充说道，如果没有猛禽护航，他不会向叙利亚派遣任何打击计划。
F-22在与伊斯兰国的战争中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它在叙利亚上空所代表的威胁和强大的威慑力量。同样，在2018年 ，F-22冒险进入叙利亚领空，迫使叙利亚、伊朗和俄罗斯的攻击机撤离，而美军却依然在该区域作战，即使是在敌人防空火力最强大和密集的地区。在空对空作战中 ，F-22则有着一尘不染的记录。唯一的空中对抗还是在2023年2月的2起独立事件中，猛禽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上击落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流浪气球，并在阿拉斯加上空击落了一个不明物体。除此之外呢 ，F-22在它服役的20多年来，并没有怎么派上用场。原定的750架 F-22，由于高昂的造价，在09年就被缩减为186架。同时，美国国防部开始将重心转向具有多功能作战属性，可以用于密接支援、目标轰炸、防空截击、电子战等的 F-35。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将原有的大部分 F-22的生产线、基础设施用于制造 F-35。虽然 F-22在大多方面都比 F-35先进。F-22的隐身性能加上它的推力矢量控制发动机，使得成为终极的格斗机器。它的雷达横截面也是当今所有战斗机中最低的。但 F-35的隐身部件更加耐用。F-22在参加过2014年的叙利亚战争之后，美国国防部对 F-22的损耗情况进行了调查。由于中东恶劣的大气条件，少部分的 F-22已经开始脱离吸收雷达波的涂层，而 F-35的隐身技术在设计时考虑到了猛禽的局限性，不像猛禽那样容易受到恶劣大气的影响，也更容易修复。另外，F-22的作战范围只有590海里左右，虽然在大部分美军的军事行动下，这都不是问题，但当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假想敌作战时，航程就成为了巨大的限制。F-22只能从陆地机场起飞，不能承担具有战略纵深的任务，启用空中加油又会使其变为易打击目标，并不能做到像 F-35一样灵活部署、协调作战。其次，F-35出色的电子战系统弥补了它在近距离战斗中可能存在的缺点。F-35可以和作战军舰和提供空中指挥和控制的机载雷达系统共享信息，使一个中队的所有飞行员都能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的作战空间。其次，F-35的使用国多达17个国家，在联合派遣作战上 ，F-35巨大的优势和性价比不言而喻，这都进一步压榨了 F-22的生存空间。美国空军向国会提交的2023财年预算案时，就提出要退役33架 F-22战机，虽然惨遭拒绝，但也足以反映 F-22的战略地位在逐步下降。但抛除航电系统、生存空间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猛禽依旧是这个星球上最顶尖的空对空战机之一。除了拥有顶尖的雷达波隐身外， F-22在红外隐身方面也无比强大。其采用的矩形横截面尾喷管有利于发动机排气与空气迅速混合冷却，降低发动机红外特征。而且尾喷管里装有液氮槽，可以瞬间降低发动机喷口的温度，躲避红外制导导弹，具有超强的瞬间红外隐身能力。在机动能力方面 ，F-22拥有2个 F119发动机，这2台发动机结合了隐身技术和高推重比的推力矢量技术，每台可以提供35000磅的推力，使 F-22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可以使 F-22在不开加力的情况下进行超音速飞行。使 F-22在不影响任务范围的同时，具有卓越的作战性能。其先进的动力装置设计也使 F-22能够在比传统喷气飞机高得多的高度飞行，最高可达到2万米的高空。在推力矢量技术方面 ，F119可以调整其排气的喷射方向，上下角度大约20度，重新定向推力，以获得更好的控制和灵活性，从而更轻易地完成一些高难度的机动动作。F-22还采用数字信号处理 DSP 来减少发动机的喷气噪音，这取代了传统的既笨重又昂贵的机身隔绝材料。DSP 采用更复杂的声学排气算法，在不影响功率输出的情况下，可以产生更安静的尾流。那 F-22还能在美国空军服役多久呢？尽管美国空军表示希望在2030年前退役所有 F-22，但其仍在大力投资升级猛禽。
五角大楼在2021年授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份价值高达109亿美元的合同，以实现 F-22的现代化。据悉，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公司正在为 NGAD 全称 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ance 项目设计一种新型战斗机，但在新战机服役前，猛禽的作用都是不可代替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官员表示，只要空军想让 F-22飞行，他们就可以支持它，即使这比目前的服役计划长10年。因为飞机本身的硬件服役时间是没有限制的，服役多久只取决于部队的管理以及其他任何更先进的飞机和技术出现的速度。同时 F-22的现代化改造将能够成为 NGAD 的桥梁，空军可以从该项目获取经验教训，运用在下一代战斗机中。所以即使从现在的眼光来审视 F-22，它依旧是一款无比出色的战机。随着进一步现代化改造，肯定可以加强其在美国空军的地位。相信即使在未来 F-22也会在历史的战机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OK 的，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投币、收藏哦。下期视频我们会来讲一讲空中幽灵 B-2隐身轰炸机。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